路飞迎来最终升级，艾尔巴夫3个新师傅帮他解锁2个新技能，以及升级尼卡果实到 2.0 版本。路飞在未来岛的战斗能看出来，他还是没有完全驾驭5档形态。从草帽团登岛再到离开，来来回回总共变身了5次，而且5档特征消退后仍旧会呈现衰老状态。经历了这么多场战斗，结果还是没有克服这个弱点。今后的敌人都是4皇大将这个级别，如果长期持续超负荷战斗的话，身体迟早有一天会吃不消，最终倒下的。所以路飞必须要像当年完美驾驭2档形态一样，掌握5档的使用。那么再次升级尼卡果实是绝对有必要的。最新一期漫画结尾的这个神秘人，或许就是教路飞真正熟练驾驭尼卡果实的师傅。而接下来需要解锁的新技能便是乔伊波伊的霸王色。路飞哪怕从凯多那里学会了霸禅，却还是无法彻底击败五老星，甚至连水星沃丘利的防都破不了。像这种机智怪，目前只有乔伊波伊的霸王色能够克制，直接就能把他们打退人形态。不过乔伊波伊已经死了，没办法亲自教路飞，但香克斯可以，他和小弟们刚好都在巨人国艾尔巴夫。虽然霸气比不上乔伊波伊，却也是现如今的最强，也能够把能力者打回原形。大将绿牛就亲身体会过，并且红发的霸气释放出来的威力同样可以正贵中将。第二个解锁技能则是巨人族的独门招式艾尔巴夫之枪，衍生出了霸国、霸海、威国，都是用武器向前方砍出巨型冲击波，也可以连霸气一同挥出，范围广，伤害高，速度极快，难以躲避。路飞的5档刚好可以变成巨人形态，只要学会此技能，便可与伊姆变身怪物后的姿态正面搏斗。这个技能恐怕要巨人国的王子亲手教他了。红发海贼团全员能力公布：霸气高手3人，体术大师6人，特殊能力者2人，实力最平衡的满配海贼团。副船长本贝克曼拥有极高的战斗智商，传言他的实力比肩香克斯，这也是为什么红发海贼团会被称为双皇配置的团队。贝克曼的武器是一把来福枪，可远攻也能近战，基德那条手臂就是被他废掉了，并且贝克曼还有着不输海军大将的霸气。狙击手耶稣布是在新世界声名远扬的神射手，百发百中的狙击技术搭配缠绕霸气的子弹，更是让前来挑战的敌人闻风丧胆。在这个领域，耶稣布绝对称得上是第一。厨师拉基路体型肥胖，看似笨重，实则行动非常敏捷，腿部肌肉异常发达，是个绝对不容小觑的灵活胖子。他在战斗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大肉球滚来滚去，招式奇特又出其不意，对敌人不断冲撞造成伤害，速度极快，几乎很难用肉眼捕捉到。船医本乡不仅有着与乔巴不相上下的高超医术，在武器方面的造诣也同样很强，精通18般武器，但他最拿手的还是那根烧火棍。航海士斯内克是个擅长踢技的高手，同时也是个2刀流剑豪，感觉像是山治和索隆的结合体。不过斯内克最强的能力是他引以为傲的防御。音乐家冰治和猛士达一对配合十分默契的搭档，猴子负责引诱敌人拖延时间，光头积攒力量，最后打出强力一击。身经百战的2人至今还未输过一场对决。战斗员莱姆琼斯有着可以击落子弹的敏捷身手，精通6式之一的乐谱，可以在空中自由发动攻击。他所持的武器是一把电击棍。舵手嘎布身形魁梧，力大无穷。奇怪的是，他没有吃过任何恶魔果实，但是却能在咆哮的过程中从嘴里发射出破坏力超强的光束。很反差的是，他这个人看似凶狠，其实胆子非常小，最害怕虫子和老鼠。实习船员洛克斯达是一位在新世界小有名气的剑豪，习惯挥出直来直去的剑，讨厌弯曲的刀法，性格直来直去，不怕任何人。船长香克斯拥有持平鹰眼的剑术，不过最让敌人感到恐惧的还是他那异常强大的霸气。截至目前，只有香克斯学会了霸王色3种衍生用法的其中2种，霸禅和剑纹杀。只要再领悟乔伊波伊的霸气封印，那么红发的霸王色就真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。伊姆杀死萨坦的真正原因其实有3个，让路飞跑掉只是个并不严重的小问题。第一个原因是偷藏铁巨人埃米特，这是让伊姆最不爽的地方。200年前他们发现这个古代巨型机器人的时候，伊姆就下令让其拆除，但土星萨坦不仅没听，还让科学家偷偷藏起来进行研究。而他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路飞顺利跑了，伊姆被乔伊波伊的霸气吓到，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如今这种局面就是他当时的私心导致的，一个不听话的小弟还可能留着吗？这可是欺君之罪。我们是以上帝的视角看未来岛，清楚萨坦尽心尽责在办事，但在伊姆看来，土星萨坦可能有反叛心理，是故意留下这么一颗定时炸弹搞他。第二个原因是萨坦办事不够出色，能力不行，明显岁数大，脑子有些迟钝糊涂。路飞在最虚弱的时候土星顾不到，转身跑去折磨波妮这个任务之外的人，结果导致第2个尼卡诞生，和平主义者的控制权还被夺走。他负责的改造人大雄又突然意识觉醒，之后召唤4个老兄弟过来帮忙擦屁股，结果也没把漏洞堵上，而且贝加庞克广播也把重点都说完了。可以说每一件在他地盘上出现的问题，土星萨坦都没妥善处理好，甚至最后中将们都意识到唯一能补救的机会就是尽快追上路飞，这样萨坦的小命还能活久一点。结果他不仅不去，还挺满足现在的事态。第3个原因是玄月猎人拿到了萨坦的脸，这样一来黑胡子海贼团就会随时有可能变成土星的模样，干扰海军和世界政府。所以伊姆让萨坦死也是将计就计，让黑胡子一伙人的计划落空。只要他们敢用萨坦的脸干坏事，就会成为背锅的替罪羊。五老星到时候转移舆论，让人们都以为土星是黑胡子杀的。要说真正的高手还得是伊姆，他只需要牺牲一个萨坦，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。
土星萨坦的死解开了伊姆身上的秘密，以及吴老星长生不老和果实能力的真相。首先可以确定一点，吴老星并不是传言中的怪物，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人，是伊姆从天龙人里面挑选出来的优质代理人。所谓不死不灭和长生不老的能力，实际也都是伊姆赋予的。土星萨坦的年龄早就超出了正常人类的寿命，所以当伊姆收走能力之后，导致他急剧衰老，直接暴毙化成一副骷髅。这也是为什么吴老星都很怕伊姆，实实在在掌控着他们的生死。土星因为没完成任务，从而像虫子一样被伊姆随意处理，那就意味着吴老星已经换过好几批的人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5个老头可能都不是同一个年代的人，而是这800年期间伊姆陆续挑选提拔出来的天龙人。至于吴老星到底吃没吃果实，答案自然是没吃。尾田给了2处暗示：第一，他们并不怕海水，我们都知道能力者只要接触海水就会身体无力，但他们却丝毫不受影响。第二，他们变成怪物形态的时候，旁白并没加上幻兽系和能力者4个字，只写了怪物的名字。对照一下其他的能力者登场，全是写了完整的介绍，只有吴老星被标注怪物名字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们不是直接吃的恶魔果实，而是伊姆利用能力从果实里面提取出来了恶魔本体，再塞入到吴老星的体内。这样一来，吴老星就跳过了和果实之中的恶魔签订契约的过程，也就不会有被大海克制的弱点。所以吴老星一切的能力，包括怪物形态、无灭之身、长生不死、超级自愈以及5芒星阵，这些全都是伊姆赋予的。不过他应该只能把能力分给5个人，多一个都不行，要不然早就打造数量庞大的恶魔军团了。所以接下来路飞就没有必要和5个老头交手，他只要学会乔伊波伊的霸王色打败伊姆，那吴老星自然就会直接死掉。他的实力让黑胡子不敢正面交锋，令元帅战国称赞深不可测。果实能力更是可以瞬秒降皇之下的强者，而他就是曾一脚差点踢出海贼王大结局的女人波雅汉库克。如果给11位元气无海做个战力排名的话，我相信女帝绝对有资格进入前3，毕竟战绩可查，没有人能不拜倒在她的16群下。凯多虽然说过只要霸气够强就可以解除一切果实能力，但唯独甜甜果实除外，因为这颗果实的能力太赖皮了，就算能力者本人死掉，或是下一位能力者继承，已经被石化的人也不会变回去。正是因为如此，4皇黑胡子才会又忌惮又想要得到甜甜果实。他能拿下女帝全靠暗暗果实偷袭，一旦正面对决，黑胡子则会立刻处于被动，并且有很大的概率被石化。而降皇之下的强者们在面对女帝的能力时，更是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就被秒杀了。作为前任元帅的战国，曾用深不可测对女帝做出过极高的称赞。要知道战国一般不会轻易评价某个人，除非这个人真的很强。不过女帝最棘手的还是她的体术，无法躲避的托马斯回旋芳香脚，一脚一个海军中将，附加霸气的物理真伤，甚至能踢动比圣胡安饿狼还要大数十倍的巴雷特。当时4档打了半天也还只是刮痧，女帝一脚就破防了，可想而知她这一脚的含金量是有多高。哪怕带着海楼石手铐，也能不惧麦哲伦的毒素把她踩在脚下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女人的实力依旧是个谜。但是据传言，女帝的战力值有多高，就要根据路飞的受伤程度而定。路飞血量越少，女帝打的就越猛，只要路飞伤到位，4皇他都能给干废。顶上战争要不是马尔科出手走，女帝甚至还想去揍大将亲至。说实话，路飞活着真的影响女帝输出了。未来能成为海贼王的人绝对是女帝，因为路飞说过他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从怀揣梦想的屠龙少年变成人人畏惧的恶龙，凯多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或许从一开始你就根本不了解这个男人。59年前，凯多在一个名为沃卡的王国出生，这里常年战乱不止，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有的事情，因此凯多从小就拿起武器在战斗。到了10岁那年，他已经成为了国家的最强战士，虽然实力已经是普通人比不了的境界，可心智却还是个孩子。这个时候的他想法单纯又简单，只想为自己的王国效力，保护亲人和朋友。直到13岁的时候，凯多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不平等，他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对天龙人百依百顺，为何不选择反抗？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凯多有了想改变世界的想法。可还没等实现的时候，一个噩耗降临在了他的身上。凯多被国王以换取世界会议的参与权卖给了海军，遭到背叛的凯多这一刻心都碎了。在海军押送的船只上，凯多挣脱锁链逃了出去，之后便当上了海贼。15岁的他已经在新世界小有名气了。洛克斯也对这个少年很感兴趣，他派白胡子邀请凯多，为了变强，为了改变这个世界，凯多妥协了。他以实习海贼的身份登上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海贼团。在这里，凯多遇到了这一生对自己最好的女人夏洛特玲玲。他告诉凯多，洛克斯是个不值得信任的人，如果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讲。之后跟着洛克斯海贼团的这些年，凯多从白胡子、金狮子这些前辈的身上学到了很多本事。但好景不长，38年前，洛克斯在神之谷被卡普和罗杰击败，海贼团也就此解散。大妈不知道从哪弄到了一颗鱼果实，她毫不客气地送给了凯多。之后两人也分开了。又过了10年，31岁的凯多不断招募强大的伙伴，并创立了百兽海贼团。此时的他仍旧决心要改变世界，把所有贵族和强权都拉到统一起跑线上。同年，黑炭木产与他达成合作，计划占领和之国。凯多先后击败莫利亚、玉田，终于
39岁的凯多成功占领了和之国，但他也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。在凯多的统治下，和之国不断建造武器工厂，导致河水污染严重，很多人时常饿肚子，有的人还要被抓去当苦力，受尽虐待。就这样，59岁的凯多彻底从屠龙少年变为了恶龙，而新的屠龙少年路飞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他与凯多发生了激烈的较量，在最后一刻，凯多好奇地质问路飞：“你到底要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？”路飞则回答道：“一个人人都可以敞开肚皮吃饱饭的世界。”听到这句回答，凯多的心动摇了。从这个少年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，或许改变世界他也可以做到。凯多放弃了抵抗，被路飞一拳打入岩浆之中，一代四皇也就此陨落。盘点海贼王中最离谱的3个 bug。1. 研磨这把妖刀强倒是很强，能释放使用者的霸气，发挥出砍伤凯多的力量。但是有个疑点，我相信很多海迷也发现了，这把刀的前任主人是玉田，现在的主人是索隆，以致玉田的身高是3.82米，而索隆的身高则是1.8米，两人差了足足1个身位。所以研磨这把刀，按照常理来看，玉田拿着是刚刚好，那么索隆拿在手里的话，应该是一把巨型大刀。可谁能想到，这把刀放在索隆手上却也刚刚好？难道研磨在没人使用的这20年里自动缩水了吗？还是说这把刀会根据使用者的身高自由变换长短？真的是离大谱了。2. 我们都知道，罗界海贼团早在第8集的时候就登场了，当时巴基正准备吃下假的恶魔果实，而罗界传声的人看热闹的同时，嘴里还说着恶魔果实只是在传言中听说过而已。起初我是觉得这可能是早期的罗界海贼团，所以才会没见过恶魔果实，但当我看到玉田回忆篇时，才发现这原来是设定上出现的 bug。尾田在967集又画了一遍红发和巴基打架的场面，同样是在争论南极和北极哪个更冷，那么也就说明了第8集其实已经是罗界海贼团冒险后期了。见识了那么多果实能力者，居然还觉得恶魔果实是个传说，显然已经是个无法解释的漏洞了。3. 在佐屋的时候，相主遭到杰克率领的舰队袭击，而陶之助利用聆听万物的能力看到了远处的杰克，并告诉了大家。但是按照剧情来看，他是根本没见过3代杰克的，在玉田的回忆里压根就没有杰克的身影，连一个镜头都没有。况且20年前的杰克只有8岁，就算当年见过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怎么可能很容易辨认出来？所以陶之助根本就不认识杰克才应该合理，但他却能叫对名字，这是个比较明显的错误。海贼王篇幅又那么长，难免会出现一些小漏洞，就算这些 bug 圆不过来，也是能理解尾田的。提起四皇，一个比一个怕，单刷四皇一个比一个猛。草帽团说最怂的话，打最狠的架。要说海贼王里最会扮猪吃老虎的海贼团，当属是草帽团。演技这方面，他们排第2，荒原都不敢当第1。路飞初次提到与四皇宣战的时候，草帽团全员都是一脸震惊，就连慎平也露出了惶恐不安的表情。而第2次提到和凯多结仇之后，弗兰奇都坐不住了。不过当他们真正面对大妈的时候，草帽团又把四皇当剑包了，众人撸起袖子抢着要上。年过90的布鲁克敢正面硬刚，区四皇老慎平提着裤子就上。草帽团的船帮大美丝毫不惧，就连备用2只乔巴都能接住四皇一刀，拿着100倍力的赏金，却在打几十亿倍力的架。此刻大妈的心里恐怕有1万个问号，这真是草帽团船上看病画图唱歌把方向盘的吗？一船人就没一个正常的，全是怪物。当剧情来到和之国篇之后，草帽团更是不把大妈放在眼里了。弗兰奇敢骑着机车直接怼到大妈脸上，只要可乐到位，四皇给你干废。就连一向老实本分的罗宾也开始欺负大妈了。如今四皇彻底沦为草帽团的战力计量单位，没做过凯多和大妈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路飞的小弟。出题四皇胆如鼠，其实全是在演戏。打起四皇猛如虎，结果都是硬实力。未来海贼王船上的船员人均大降实力，所以王下之臣何惧四皇呢？